中国总理李强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举行会谈，双方谈到共建命运共同体、扩大贸易投资、台海、南海问题等。马方也明确表示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那您怎么看待中马关系呢？主持人好，在世界各地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地缘政治斗争扑朔迷离的当下，中马关系呢就像乘风破浪的小船，穿越美国阵营划分的风浪，按照两国共同利益稳健前行。就像中国总理李强所说。 过去半个世纪，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马关系不断地稳步向前，走在地区国家前列，发挥了标杆和示范作用。两国总理谈的话题很广泛，谈话的广度呢，为今后两国关系发展点明路径。一呢是加快推进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要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并且推动尽快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构建更为密切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二是双方更密切对接发展战略，不断地丰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更充分地发挥互补优势，扎实地推进东海岸铁路、两国双园等重大项目建设，扩大贸易投资规模，更充分地进行经济和人文交流。三呢是中国与有关东盟国家要自主妥善地处理南海问题，管控矛盾分歧，促进对话合作。 坚持双边解决问题的大方向。四呢是马来西亚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地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不支持任何主张台独的言行。可以说呀，两国总理谈到了两国之间东南亚区域和国际问题，勾画出两国发展的前景。最核心的一点呢，就是马来西亚不会卷入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关系，不会在中美间选边站。 将通过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关系，来和睦相处，共同发展。马来西亚总理说，中国与东盟国家应自主处理南海问题，管控分歧，反对区域外势力插手介入。那您觉得他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中马关系渐趋密切，对中非关系又有何启示呢？这是一个好问题。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一直认为，南海问题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事。 区域外势力不该插手，不能够介入，否则就会使南海事务更加复杂化。南海问题由来已久，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解决方式也早就形成了共识，就是双轨思路。有关具体争议，应当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南海和平稳定，则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加以维护。过去几十年，中国和东盟、中国和有争议的南海国家之间都遵循着 双轨思路，所以南海是和平和稳定的。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南海国家愿意和中国通过双边协商来解决争议问题呢？一是搁置争议，共同发展，最符合双边利益；二是中国和东盟共同维护和平，可以排斥区域外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会更加容易解决问题，而不是把问题复杂化。比如说，中国和马来西亚也有南海争议，马来西亚占着中国的5个岛礁呢。 双方之所以都能够遵守双轨思路，就是符合两国发展的利益。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双边贸易额从建交初不足2亿美元，攀升到了2023年的1902.4亿美元，增长了950多倍。过去15年，中国连续保持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连续多年是马来西亚的主要投资来源国。 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盟第2大贸易伙伴和第1大进口来源国。马来西亚最早响应和支持共建“一带一路”的，很快就享受到了红利。一个中马关丹产业园累计完成投资超过440亿元人民币，完成工业产值超过600亿元人民币。那么反观菲律宾本来是最有条件成为东盟最富裕、获得投资最多的国家，但是因为在南海问题上 忽东忽西，摇摆不定，成为东盟中经济落后的国家。尤其是马克思当政以后，一边倒地倒向了美国，还试图把美日等区域外势力拉到南海争端中。结果是南海冲突难以收拾，吸引外资是越来越难。那么，按照美国智库的一份报告从2020年到2022年，中国向菲律宾提供了高达90亿美元的政府指导发展基金，用于 200多个开发项目，但是马克思政府采取对抗中国的政策以后，这些项目大多数都撤资了。
中国一家私营企业的投资都比美国承诺的给菲律宾的投资呢要多。即便如此呢，按照菲律宾的统计啊，2023年菲律宾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近是2000亿美元，同比呢下降了8%。菲律宾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这个贸易额呢均是大幅的下降，但是中菲贸易额呢则继续逆势上扬，达到了400亿美元总额，同比呢还增长了2.7%。中国连续8年呢成为菲律宾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4月份，新加坡智库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呢已超过美国，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首选盟友，在经济影响力和政治与战略影响力上都是大大的超过了美国。而菲律宾呢似乎是反其道而行之，那么结果呢就会很惨。中马关系呢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菲律宾的短视和狭隘。唯有菲律宾呢在南海问题上回到双轨思路，拒绝而不是拉近区域外势力，那么中菲关系呢才能够向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发布视频声明，公开指责美国扣押运送给以色列的武器，这也被外界认为是去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升级以来，以色列对拜登政府最严厉的公开批评之一。白宫随后决定取消原定于20号举行的美以高级别会议。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和住处近期还爆发大型示威，要求以色列举行大选，以结束加沙战事，解救人质。面临内忧外患的内塔尼亚胡还有哪些选择？来看详细报道。It's inconceivable that in the past few month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withholding weapons and ammunition to Israel. 内塔尼亚胡称，他在美国务卿布林肯上次访问以色列期间，曾与其就武器交付问题进行了坦诚的对话。布林肯向他保证，美国政府正在努力消除提供武器的瓶颈，并补充说：“我希望真的是这样的。”随后，内塔尼亚胡竟自比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并引用了2战期间丘吉尔在美国会发表演讲时的名言：“给我们工具，我们就能完成任务。”美国轴线新闻网指，内塔尼亚胡特意用英文发表讲话，并且直接喊话拜登政府，这是自10月7号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对美国最为严厉的公开批评。美国广播公司认为，内塔尼亚胡的最新表态颇有威胁之意。 Look, this statement really is a new phase, I think. You know,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looks angry. It's a short clip, but there seems to be a veiled threat in it. And he quotes Churchill. He seems to be saying that the US administration's hold-ups on certain supplies of certain weaponry is limiting his ability to finish the job and get the war done in Gaza as he sees it. 白宫方面立刻直接回击了内塔尼亚胡的公开喊话。 I don't know what he's talking about. We were very clear about there being one shipment, that we're continue to have construction conversations with Israel about. Nothing else has been paused. 被点名的布林肯则拒绝回应内塔尼亚胡对他俩谈话内容的描述是否准确。布林肯表示，美国致力于保护以色列的安全。 We, as you know, are continuing to review one shipment that President Biden has talked about with regard to 2,000-pound bombs, but everything else is moving as it normally would move, and again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making sure that Israel has what it needs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this multiplicity of challenges.